现在请所有男生在蓝色卡片上，女生在粉色卡片上匿名写下一个你最想问的关于情感的问题，然后将卡片折叠投入到对应颜色的盒子里，然后异性相互随机抽取，并且回答卡片上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不一定是你会抽到的，对吗？你也想问我，你可以直接问。写英文了啊！谁抽到了？我提前 say sorry。谁先开始？要不男生先抽？行。那我开始啦。在小屋里发生的最开心的一件事，最开心的一件事是放烟花。其中有一个瞬间让我觉得特别开心，就是有一个人他跟我说他很后悔今天没有穿另一套衣服。就是觉得你觉得你创造的那个瞬间让他有点可惜自己没有更好的状态。对，所以我很得意。对，这是我最开心的事。这个问题，什么？有点。怎么了？什么问题啊？在小屋有遇到心动的人吗？哦，好问题，好问题。有，可以。问得好，谁问？最开心的事跟这个答案都是一样。哦。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慢的人，然后突然就找到一个心动人，对我来说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就是为了那个人，你的之前的什么规则和习惯都改变了。是的。越解释追问越远。哇哦！你觉得爱情能占你人生中多少？目前放在我的人生当中的话，我可能会把它排在就是第2位的位置。工作、爱情、生活的话，还是会把工作放在我目前人生的第1位。但是，就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容易上头的人，我现在回答和我之后回答可能不一样。你认为自己在感情中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我可能有一些问题，有一些情绪，我可能会选择默默的自己去消化，而不就是很坦诚、很直接的提出来，跟伴侣去沟通。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不好。我其实已经在逐渐的纠正自己的这个问题。下一个是吧？你相信一切都是安排好吗？啥意思啊？这是命运吗？你相信？我不相信，因为我觉得事在人为吧。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靠自己改变一些东西的。加一个。你觉得最舒服的相处方式是什么？我觉得2个人要有自己的追求。最好就是2个人可以互相支持，去达成一个目标或各自的目标，1+1大于2那种感觉。第2点就是双方的3观啊，或者是各种观念最好就是趋同，会减少一些矛盾，然后相处起来也比较舒服。对，跟一个人相处的舒服是能感觉出来的。如果说我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不用去猜你会喜欢这个事情，然后我为了你去做这个事，而是充分的做自己，而不用去担心对方是不是喜欢或者讨厌，这样就不用那么小心。对，不用那么小心。你认为原生家庭对你进入亲密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也还好，可能原生家庭会是一个模范吧，就是让你有一种对关系的刻板的印象，然后你在进入亲密关系的时候会带入这种印象。就是原生家庭，我觉得对我带来了还是相对积极的影响和思考的。好，说得很好。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了。其
譬如说我家庭都是不爱开玩笑的，但我却是一个很爱开玩笑的人，很严格，对我非常严格。但我觉得我自己对我将来的家庭或小孩肯定不会这样的，我是非常认同跟理解。好，下一个。怎么还有一个肯定是谁啊？是我英文的吗？英文的，来。不是，是和我相处的过程还自在吗？希望你开心舒服。怎么还有答案？我该如何回答？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那不可以的地方在哪里啊？不是，就是可能，我们的生活环境不同，然后我们之间的习惯也是不一样的。都不太一样，所以自在是自在，但是还是有一些顾虑的那种。但是你觉得这个顾虑可以？我觉得可以商量，可以解决的。OK， 加油，妮妮。有矛盾时，希望怎么解决？我觉得沟通最重要。就是你要把100%自己的真实的想法去跟对方去坦诚，然后你不同意他的想法，你可以选择尊重他，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你们也可以去互相沟通，然后讨论出一个你们双方觉得都舒适的一个范围，这样子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舒服。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你说，你的恋爱通常是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The first love, first love from the first sight, or the 慢慢？对，100%是第二个。日久生情。可能以前的时候，我还是看到你喜欢上你，现在发现，其实时间很重要。我跟你1个星期，我跟你2个星期，我跟你1个月。1年，我现在喜欢慢慢的方式。我想了解到你开心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不开心的时候什么样的。我希望跟你旅游，我希望跟你一起遇到一些困难，然后一起克服。时间有可能是浪费，这样我可以 slowly but surely。了解到，是不是有点太 dramatic？No， 非常好。对，谢谢帮我翻译。说喜欢上别人这个事情，其实对我来说还挺难的。我跟绝大多数人相处，反正1个小时去吃一顿饭之后，就会对那个人会有一个初印象，而且这个印象是很难被改变的。其实也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但是要想达到第一眼所感受到那个状态的话，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去探索和相处的。因为我感觉只有2个人足够熟悉，然后相处足够舒服，他才会把自己真实的一面100%的展现出来。就是我很相信第一眼的直觉。What's one thing you see in me that you don't see in others？ 这个是问题是，我觉得我跟妮妮说过，在我的文化里面没有这个动词叫爱。如果我想告诉你我爱你，我翻译成我的语言的时候，我清楚地看见你，这个代表我爱你。所以这个问题是，你在别人头上看不见，但是在我头上你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对我的一种关心吧，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实 Tom 相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肯定是成熟的，
会不会因为之前可能某种程度上的没有办法能够延续下去，然后在下一段你会改变这种？我可以说我曾经想过要放弃爱情，然后就直接把我全部时间放到工作上面。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努力，这么忙，对一个人特别的用心，到后来就得不到我想要的那个结果。那当时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为了一个人花那么多的心思或者时间进去呢？我到30岁了，怎么说？我会想我要该结婚了，我要该组织一个家庭了，我要我的小孩，我要到下一段的这个阶段 phase， 可能40岁的时候，我还可以很年轻，跟我的小朋友一起打篮球，教他弹吉他，教他微波冲浪。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点，让我重回正确的路上，打开那扇门。但最关键的是那个人能不能让我打开，我觉得现在可以。哎呦！就是喜欢你和你喜不喜欢我是2件事。是我有我想要做的事。我们自我的人就是这样。第一天晚上，我当时觉得应该会很难吧。对，因为我感觉可能会有很多竞争对手。结果发现没有。哦，有没有我就不知道啦。后来发现难的在别的地方。但是也挺好的，就是这不是难吧？我觉得这就是需要时间啊。是需要一些耐心。这几天，这里的时间不一样的，这里1天顶外面1年了，我感觉。的确是。节奏很快了。这周结束了，明天回去了。你要回小屋工作，还是要回公司？不用回公司，但是我事儿还没做完。我们明天。天哪！那你今晚上呢？你要这样。对啊，你今晚上也要做。对。哎，你要不看看里面？帐篷里面吗？对啊。他应该是晚上坐在这里看月亮。那你其实还挺悲观的。我。因为你刚刚讲像有悲观吗？我只是你的爱情，你就觉得就是会消散啊。哦，这个。对，其实我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可能我也是悲观的人吧。但可能当然也有可能会一直爱吧，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也是我第一次当人。第一次当人。对，以前说不定你上辈子也是个人。其实这种想不清楚事就不要去想了，就是你只要，我觉得你就让自己过得舒服开心。哦，看到闪电了没有？超漂亮。你还记得那个比喻吗 ？Lightning strike， 就是可能突然一下闪电就会打下来，然后事情就一下就发生变化。好喜欢听这种声音。就是像我的小时候，我的爸爸非常的繁忙，他参与我小时候的生活很少。他会在他忙完一段工作之后，每天接送我们上下学，但是他工作的时候不在我们身边。比如说我的家境，我在很
幸福的家庭长大，然后他们给我一些知识，给我支持的方式，我也想使用那些方式。我跟你上次说，比如说，没有人教你怎么爱一个人，对吗？爱，我只有可以看到我父母他们互相怎么爱，我觉得是那个就是爱情的一个标准。但是我后来慢慢发现，那个爱情是只有他们两个的爱情。我遇到的女生不一定她和我的妈妈一样，我也不一定我和爸爸一样，所以他们的公式我在别人上面用不到，所以我真的是去主动的学，还在教自己怎么可以好好的爱和我不一样的一个人。你的父母的爱情可能小时候对你来说是向往，对吧？对。我不是说我父母的爱情不好，只是我从小就觉得他们的方式对我来说不是我想要的。我的认知从小就没有一个向往的爱情。就我向往的爱情可能就是像童话故事里，那我又觉得这个世界都在告诉你童话是不存在的。可能我进了小屋之后，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存在的。原来大家也有这么多人是会有一些比较纯粹的对爱情的向往。明白，我希望我明白了。你觉不觉得刚才的话题有回答了你自己的那个纸上的问题？